美军的推演中，歼20对抗 F-22以一当百，猎鹰1号电子战飞机要锁喉美军电子侦察机。国内某些公众号的这些蒙汗药啊，又灌醉了多少国产智库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两天呢，在群里边逛啊，看着有些群里边转发一些所谓的新闻消息，一些公众号写的文章，就看到几个东西。有一个说的是什么呢？说是这个 F-22和歼20的对比，说美军呢2018年在某基地搞了一个歼20的模型，然后呢对这个模型呢开始相关的研究，然后说美军还搞了歼20跟 F-22的一个模拟对抗。说这个模拟对抗背景呢在南海，美军2架 F-22和5架 F-15一起掩护5架 F-35发起进攻。你听听这是什么编队啊 ？F-15掩护 F-35，然后呢是飞行过程中雷达发现了4架歼10，结果 F-22隐身战斗机嘛，连续发射这个120导弹 AM120，一口气干掉了3架歼10，然后呢5架 F-15又冲上去了，又干掉了最后架歼10，4比0。这个时候呢 F-22一看没什么事了，掉头准备返航。就在这个时候 F-22和 F-15机群突然发现自己被锁定了，然后马上损失3架 F-15，2架 F-15掉头就跑，战斗机跑了，5架 F-35就暴露了，没人掩护了。这时候 F-22就掉头回来，然后呢就感觉到这个威胁出现在身边，但是威胁在哪儿又不知道，所以 F-2飞行员呢就把所有导弹对准了威胁方向，一片打出去了，但是一无所获。紧跟着歼20冲到了附近，把这些个 F-22是一一干掉。等 F-35彻底失去空中掩护，任务就失败。最后还信誓旦旦说啊，经过了这个美军的多次演练，证明 F-22对抗歼20获胜的可能性只有0.12%到0.78%，写的是煞有介事啊。F-22雷达性能如何？他写的是10瓦雷达，歼20雷达性能如何？他写的20瓦雷达。不过稍微懂行一点的人呢，看他这个文章就能闻出一股浓浓的地摊杂志垃圾小说味儿。你想想看，5架 F-15，这叫什么战斗编队啊？人家 F-15作为战斗机来讲，要编队要么是2架，要么就是4架，哪有5架编队？你打阅兵啊？还有，他说美军的 AIM-9X 导弹射程只有4海里，玩不过解放军。4海里导弹，这个作者活在哪个年代啊？人家这个 9X 射程是17公里，好不好？而且还说用这个 AM120对着威胁方向盲目射击，请问这是反舰还是对空啊？反舰导弹这么打可以，但是哪个飞行员会蠢到没有发现、没有锁定目标，就用中距空对空导弹盲目开火的？他连这个导弹的制导过程都不懂，就开始胡扯。至于说那个交换比啊，说1架歼20几乎能对抗1000架 F-22了，就这么一篇意淫的文字。来自哪儿呢？一个公众号叫稻田报道，而这个公众号里边这篇文章的作者叫万圣之尊，挺想当皇帝是吧？我看了这个万圣之尊，百度上查了一下，好像这个人还有解放军海军的身份，貌似是个退伍军官。另外呢，还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军的电子侦察机靠近了中国沿海，被中国的3架猎鹰1号围堵。咱们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公布的这个电子战飞机都是高新，怎么就编出个猎鹰1号来？然后说这个猎鹰1号3架飞到了美军的飞机身边，美军飞行员才看见。合着到了这个年代，我们这个猎鹰1号还是隐身到光学设备都找不着了。然后说猎鹰1号呢无比强大，能够干扰到美军飞机完全失控。你干扰通讯，你干扰雷达也就罢了，你怎么干扰到飞机完全失控的呀？人家飞机靠的是什么？连杆和拉线操作不行吗？不是所有飞机都是电传的呀。这已经是台湾人当年说什么美军电子干扰让中国航母失去平衡这个意淫程度了。而且说这个电子干扰机啊是3架一起贴身干扰。您都这么大功率干扰了，还要3架一起贴身干嘛？紧跟着就说了，这个飞机能飞1万公里，好家伙，飞1万公里的那可是战略运输机或者是战略轰炸机呀！你让3架这样的飞机去跟美军侦察机近距离格斗，你这到底是什么飞机？最后又说了一堆，说是美军的少校啊，某位少校事后如何说美军遭受了耻辱，又说德国某个教授。说了美国只是中国武器实验场上的实验品，又说海外媒体一片惊呼。然后你查这消息吧，
除了这个公众号，没有什么媒体一片惊呼的。但是这个公众号的文章在别的公众号上，它是转了非常多，总点赞量我看了一下，阅读量超过10万加，点赞量就已经5万多了。这个文章作者是谁呢？就是著名的谣言公众号岭南新观察，那个作者叫做青山同风。上次说中国核潜艇下潜深度1700米，导弹射程22000公里谣言，也是这个作者干的。其实呢，这种震惊党骗子几十年来一直常见，普通老百姓没有分辨能力，看见几个术语名词就觉得这是专业真实内容，不奇怪。我们也不能强求老百姓都有这个识别能力。但是就这么一些个垃圾文章，还经常被某些专家智囊信以为真，认认真真写进自己的文章，当作论据写进公众号，比如什么昆仑策之类的。然后在网上这些个公众号再继续传播，有时候还能骗到上千万的点击量，害人无数啊！就这回我还专门验证了一下，我问了一个某个国际战略研讨智库的组织者，说你们那个群里边看过这俩文章没有？他说真看过，这俩文章在群里边传过。我说有人提出问题没有？他说还真没有。说这个群里边，这个智库里边没有任何一个所谓专家能够看出这俩文章有什么问题。要知道他那个库里边还是有一些个解放军退役军官的。其实可以想一下啊，我们看到很多印度方面的意淫，比如说可以轻易干掉歼20，还有台湾军队的各种吹嘘，什么火箭弹就能干掉075。我们看到这些意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对方蠢到不可思议？但是看看这些年，国内越来越多自封的所谓民科智囊和民科智库涌现出来了，到处都是啊！而且现在用各种雷人的手段、雷人的言论，也在丢中国的脸。所以呢，我们真的也要劝一劝各种观众，小心一下，小心这些没有正规身份的所谓研究院、所谓战略研究中心。要知道，这些伤害智力的东西传播起来危害恐怕比新冠还毒。好，关于网上这些自嗨的谣言和这些著名的谣言作者，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欢迎大家以后多多识别。我们下期再见。